大家好，本影片介绍计算容积化结构的两个程式 Ligand.py 和 Ligand-Trajectory.py，差别在前者读取 postcard，后者读取 xdataCard。这两个程式提供三种模式 Atom Mode、Molecule Mode 和 Cluster Mode。Cluster Mode 和其他两个不同，等会儿再谈。Atom Mode 和 Molecule Mode 用于计算锂离子周围的配位数量，但两者的计算逻辑不同。以这个 cluster 为例 ，Pf6 会因为两个氟与锂离子配位 ，Atom Mode 会因为有两个配位键而计数为2，因此计数结果为一个 EC、一个 EMC、两个 Pf6。Molecule Mode 只看周围有几个分子参与配位，不论配位数量，因此计数结果为一个 EC、一个 EMC、一个 Pf6。先从单点计算的 Ligand.py 开始说明，想要查询所有参数，可以输入 help， 看到 mode 选项 ，Atom Mode 的简写是 A。Dative 标签是设定最大的配位键键长，大于这个数值会被判定为断键。Scaling 的逻辑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是分子越大，需要设定的数值就会越大，预设是 2.5。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看2025年 Charlie 的论文图3/8的文字说明。首先示范 Atom Mode， 引入 Mode 标签并设定为 A。因为输出时需要分子的讯息，引入 Molecules 标签并指定 Molecules.csv 的文件来读取 Molecule 相关的讯息。原子输入模式是多区块输出，第一块是 Central Atom， 因此输入锂。第二块是 Major Atom， 原本应该要输入 EC、EMC、Pf6、TFSI 这些剩下的分子，在这里只要输入 Remaining 就可以把剩下的原子都包进来。再来问配位键键长，对应到 Dative 标签，当中心分子的某些原子和周围的原子距离小于这个数值时，会被判定形成配位键，预设为 2.5 angstrom。这个例子中，锂是中心分子，周边有4个原子，与锂的距离小于 2.5 angstrom， 因此会有4个配位键。最后问分子内的共价键长，对应的标签是 bond， 使用预设值就好。它会产生一个资料夹，称为 Ligand， 里面会有2个档案跟一个资料夹。先打开 Ligand.csv， 里面记录与 Center Atom 配位的原子资讯。前3行记录了 Center Atom 的原子编号以及元素，还有所隶属的分子。后3行记录了 Bonded Atom 的原子编号、元素以及所隶属的分子。最后一行是记录2个原子之间的距离。这个表描述了团簇的种类和比例。以第一列为例，这个团簇里面有一个 EC、一个锂、2个 Pf6， 在这个系统里面存在一个，占比 11%。下面的表写每个中心分子的周遭环境，好比说锂一，它周边有一个 EC 跟2个 Pf6， 刚好跟上表的第一个环境是相符的。上面的表说有2个团簇，里面有含2个 EC， 一个 EMC， 一个锂跟一个 Pf6。
下表就显示它是锂2跟锂9。Cluster 资料夹里面有许多的 XYZ 档，因为 XYZ 档格式可以直接被 Quantum-Wise 读取，也容易改成 Gaussian 的 GJF 档做计算。档名按照团簇的种类来做命名，像第一个档案里面有2个 EMC， 一个锂跟2个 PF6。XYZ 的格式中，第一列是原子的总数，第二列在 XYZ 档是备注栏，写了 Central Atom 跟 Bonding Atom 的原子编号，第三列以后就是原子坐标。现在是单点计算，还不必用提交 job 的方式计算。进入轨迹型时，可能会需要送到计算节点计算，这时不会有互动界面，必须使用标签引入参数。为了让大家习惯，这次完全不用互动界面，只使用标签。接下来要介绍 Molecule Mode， 先用 Help 看一下，等一下会用到标签。刚才互动界面有询问原子、配位键键长和共价键键长，分别对应 Atom File、Dative 跟 Bond 的标签。引入 Mode 标签，输入 M， 引入 Molecules 标签，输入 molecules.csv， 引入 Atom File 标签，档名为 Atom File， 内容跟刚才相同。Dative 标签设定 2.5， 引入 Bond 标签，没有要修改任何键长，但为了避免进入互动界面，所以必须有这个档案，即使这个档案是空的。打开 cluster.csv， 并且与 Atom Mode 相对照，会发现唯一的差别是在锂期。Atom Mode 它有2个 PF6， 但是 Molecule Mode 只有1个，这显示这个 PF6 有2个氟与锂形成配位键。Cluster Mode 可以帮助分析系统中的 SSIP、CIP 和 AGG 3种团簇比例，只有当阳离子和阴离子或溶剂之间的距离小于设定的配位键长时，才会被判定为形成配位键。阴离子和阴离子、溶剂和溶剂、阴离子和溶剂之间则不会形成配位键。从任意分子出发，沿着配位键所能够碰触到的所有分子都属于同一个团簇。依据团簇内阳离子和阴离子的数量进行分类。SSIP 代表团簇内没有任何阴离子存在， CIP 则是代表这个团簇内含有1个阳离子， AGG 是指这个团簇内含有超过1个阳离子。计数方面是按照团簇的阳离子数量来计数，而非团簇总数或分子个数。以这张图为例，2个都是 AGG， 不过右边有2个阳离子，所以会被记为2个。左边有3个阳离子，所以会被记为3个。接下来是实作的部分。Mode 设定为 C， 由于阳离子、阴离子和溶剂的数量会影响 SSIP、CIP 和 AGG， 因此输入模式会分成3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阳离子，第二部分是阴离子，第三部分是溶剂。因此，第一部分输入 Li， 空格后输入MOL-TFSI :MOL-PF6， 空格后输入 remaining， 代表囊括所有剩余原子。再来看输出档，打开 ligand.csv， 可以看到多了一行，也就是原子的团簇种类。在 cluster.csv 中
第一张表是显示团簇的种类、个数和比例。计数方式刚刚已经提过，第一列的团簇只有一个，但因为它有3个阳离子，所以被记为3个。第二张表是显示 SSIP、CIP 和 AGG 的个数以及比例。第三张表则是显示每一个中心分子所属的团簇结构。Postcard First Shield 会显示所有锂的第一容积化结构，可以放到 QuantumWise 了解容积化结构分布。以上是 ligand.py 的介绍，接下来要进入 ligand trajectory.py， 也就是读取轨迹档的程式。不过，本程式计算量相当庞大，使用 Classical MD 的话，甚至要算几十分钟，因此允许多核心计算。先使用 help 看有哪些参数。本程式同样提供 atom mode、molecule mode 跟 cluster mode。另外 CPU 选项可以设定要使用几个 CPU。本程式还可以绘图，透过设定 plot 选项决定是否输出圆饼图。接下来进入实作。原子输入模式是多区块批次输出，可以同时进行 atom mode、molecule mode 以及 cluster mode。进行轨迹型计算时，都要等到系统平衡，所以都是取后面的步数。要输出圆饼图的话，引入 plot 标签，并设定为1。这次算4个不同的范例。范例1是使用 atom mode 算后面100步。atom mode 只需要2个 block， 但是上面提示说需要使用3个 block， 并以2个空白做分隔。atom mode 必须要输入 skip 来跳过第3格输入。第二个范例是使用 molecule mode 计算后面200步。由于预设是使用 atom mode， 所以 molecule mode 要在后面加上 m。第三个范例是使用 cluster mode 计算后面100步。cluster mode 需要有3个区域代表阳离子、阴离子以及溶剂，最后标记 C， 说明使用 cluster mode。第四个是使用 cluster mode 计算后面200步，原子输入跟上面一样，输入 same 就可以了。范例3和范例4提醒各位可以透过修改读取的步数范围，看不同区段的改变。输出资料夹 count。Cluster TRJ 里面一样是放 XYZ 档。打开 count.csv， 输出的结果共有4组，从 line 1到 line 4。在 atom mode 和 molecule mode 中，前3行显示的是使用的模式、原子和步数。这个表显示的是团簇的种类、数量以及比例。下面的表显示一个团簇的配位积个数，不包括 central molecule。第2行和第3行分别是个数和比例。这个系统有9个锂离子，总共取100步，所以 count 的数值加起来必须是900，不论是上面的团簇种类或是配位总数。再来看 cluster mode， 上面的表也显示团簇的种类、数量和比例。可以透过统计特定数量锂离子的团簇占比，例如统计含有5颗锂以上的团簇，佐证存在大型 AGG 网路。下面的表是统计 SSIP、CIP、AGG 的个数和比例。
再来看 FIG 资料夹的内容，这个资料夹只有在要求绘图时才会出现。Atom Mode 和 Molecule Mode 依照 Ligand Number 的数据绘制成圆饼图。Cluster Mode 记录的是 SSIP、CIP、AGG 的比例。刚刚仅使用预设平行化，共使用3个 CPU， 而且只有200步。如果要跑到2000步 ，Classical MD 有上万颗原子，面对这么大的计算量，需使用更多核心。但是在登入节点计算会被限制流量。详细内容请见讲解多核心的影片，会和 reaction.py、better.exe.py、rdf.py 合并讲解。本影片介绍读取 postcard 和 xDataCard 并计算容积化结构的程式，有 Atom Mode、Molecule Mode 和 Cluster Mode。前两个可以看 Ligand Number， 差别在是根据配位原子数还是周围分子数。Cluster Mode 可以看容积化结构以及是否建成庞大 AGG 网路。